注意看，这辆摩托从匝道逆行上了高速，阿瑟也是毫不犹豫的就跟了上来。但叫阿瑟没有想到的是，上高速的老哥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，而是一个回马枪又绕了回去。这一波操作堪称完美，那阿瑟还有机会跟上吗？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，德州休斯顿的阿瑟伯伊尔正在追捕一辆涉嫌超速的摩托。这位老哥可不简单，这已经是他和阿瑟的第2次交锋，因为在半个小时前他已经拉爆了隔壁县的一对阿瑟，可见其实力有多强悍。而尽管如此，伯伊尔也依旧是一人前来单挑，如此勇猛，看来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着绝对的自信。这老哥在市区里面一路大开色盲模式，如果按照咱们这边的规矩来扣分，把评论区小伙伴的驾照加起来都不够他扣的。老哥挑了一条泥石管控的道路来走，没想到阿嫂直接无视追头，从他没有丝毫犹豫压过去就能看出来，这位阿嫂杀伐果断，绝不拖泥带水，能有如此气场，实力只怕是不简单。说来也是，明知道这老哥实力了得，还选择一人前来单挑，如果不是来搞笑的，那就是真大佬。要知道，摩托凭借加速能力和灵活性本就难抓，再加上绝大多数的州都有规定，超过30英里的时速就不让对摩托执行 PIT， 集各种优势在手，让老哥显得有些肆无忌惮。但几个弯道拉扯下来，阿嫂却是丝毫不慢。见着阿嫂气场强大，操作果断，这摩托老哥只怕是少不了一场硬战。还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老哥还在兜兜转转，没注意身后的阿嫂越靠越近，随时准备开干。看来是平时的顺风局打多了，给老哥养成的习惯。还通过阿嫂近距离的观看，发现老哥的座驾是一辆川崎 ZX6R， 这辆车搭载636cc 水冷直列4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24，100公里提速仅需3.2秒。如果不含起步时间还能更快，但只要不是公升级，阿嫂就还有一战之力。而此时老哥终于绕出了市区，看来是准备上洲际高速来一场全速，怕什么怕？这里是45号洲际高速，一路北上直达达拉斯。而才刚上高架，这老哥便发挥实力给阿嫂上了一课。刚才看上去还漫不经心的老哥，上了高速之后如同换了一个人，只是几秒钟，领先距离便已经超过了300米。如果不是这单独的尾灯过于显眼，这一波操作将阿嫂彻底甩掉也不是没可能。看见了，当阿瑟超越了这一群 NPC 时，老哥的尾灯就变得愈发显眼。在阿瑟的速度达到极限后，两人的差距便稳定了下来。趁现在，我们来看一下两人的战力表。好，居然是2位6星大佬之间的巅峰对决，许久没有见到这般神仙打架。此时前方的车流开始密集了起来，受到 NPC 的影响，老哥被迫减速，但面对如此多的车流，阿瑟反倒是更加兴奋。眼看多条车道被堵，阿瑟上来就是一个刀片超车，好家伙，这一下含金量拉满。而更叫我意外的是，这位阿瑟的座驾居然不是道奇充电器，而是一辆道奇杜兰戈。这辆车搭载5.7自吸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60，用一辆 SUV 升到6星，可见这阿瑟的技术确实了得。还用一辆 SUV 在路况如此复杂的道路上，还能用160公里的时速左右开工，各种极限距离丝滑超车，不被摩托老哥给拉爆，这6星可谓是名副其实。而当越过了这一片车流之后，老哥的尾灯再次出现在前方，只不过这一次距离似乎正在被逐渐拉开，甚至隐隐的开始看不见尾灯。匹配开始到现在还是第一次落后这么远，看来同为6星大佬，这摩托老哥的实力也并不简单。对此阿嫂已经有了对策，既然在速度的爆发上不如老哥，那就做到比老哥更加持久。和其他州不同，在这条路上给阿瑟让行的并不多，可能是当地的民风比较淳朴，但在关键时刻，这阿瑟是真敢超，越过这片车流，看着前方道路通畅，阿瑟的车速来到了230公里每小时，在这个速度下，让顶着110公里限速跑的 NPC 如同在倒车一般。而也正是这样一波恐怖的爆发，前方老哥的尾灯又一次出现，这样都能追回来，这阿瑟的实力果真是恐怖如斯，就连他自己也忍不住欢呼了起来。抓到摩托的不少见，但能跟上摩托的确实罕见。老哥恐怕也没想到，今天给一对阿瑟上了强度，结果局里派出了如此人物，几番交手下来，居然难分胜负。面对前方密集的车流，他再次提速，不仅始终快上阿瑟一步，他还左突右闪，丝滑超车，确实有点技术。一顿操作下来，很快便再次消失在夜幕。阿瑟本想和他走同样的路，却是被 NPC 给封住，被迫放慢车速。如此有希望的一次，最后又是慢了老哥一步。而高手之间的对决，影响成败的就是这么点细节，只是车道选择上的一个区别，便足以影响胜负天平的倾斜。
面对前方又一次出现的车流，阿萨没有选择放弃，而是又一次发力。开着氛围灯的他，不仅要预判最佳的超车线路，还得预判是否有 NPC 会突然变道给他让行，以此时他的车速如果出现失误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像这种跑法，晚上回家务必要和妙界 G6 软硅胶按摩足浴桶匹配一把，这可是养生路上的好搭子。3段式足底按摩，就像阿萨在脚底追捕，脚一暖，气血一通，手速直接起飞。原来每天泡脚像消息一样轻松，血液循环起飞，手脚不冰，睡眠不行，连肾都表示这波可以。35到48度恒温，再也不用蹲着试水温，加高筒身，小腿全泡进去，这波操作舒服。3段式足底按摩，模拟人手触感，来回顶揉脚底穴，淤堵的经络被打通，再丢个药包进去，涌泉活水一冲，加0秒变 SPA 管。我现在每晚泡个10几分钟，不仅睡得香，还能提升免疫力，泡完也不用抬起来倒，排水口一开就完事儿，安全也到位。创新升级的 UV 管路杀菌，细菌无处藏，一家人轮流泡也不慌。现在评论里专属券，直接底价入手，送运费险，还额外加60袋泡脚药包，1年质量问题免费换新，2年质保，自用送礼都合适。然而事实证明，他的努力没有白费，用更优解的超车线路，他再次锁定了前方的老哥。看来老哥的速度虽快，但却无法做到长时间保持，毕竟在此之前他已经和其他的阿萨拉扯了半个小时，就算人没有到极限，恐怕车也会率先顶不住。也不知道有没有骑摩托的小伙伴体验过30分钟全油前进是个什么感觉，会不会有太懒在招手？此时两人的对决已然进入了白热化阶段，面对步步紧逼的氛围灯，已经休息好的老哥再次发力。尽管阿萨的超车线路十分完美，但通过性又怎么和摩托老哥相提并论？这一个回合下来，老哥再次大幅度领先，居然还能拉扯，这两人的实力真的是强到没边。一边观察老哥的动向，还能一边选出最佳的超车线路。说实话，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强的阿 Sir 了。而此时前方所有车道都被挡住，没有 NPC 让行，阿 Sir 在靠近之后毫不犹豫的横切超车。这一波操作是真的果断，就连 NPC 都没反应过来。阿 Sir 这个跑法看似随意，你我都会，但别忽略了他的车速和车辆的大小。杜兰哥是一款7座 SUV， 车长达到了5.1米，用这么大个家伙来刀片超车，可不是看到的那么随意。不知是不是没油了，此时老哥终于选择了下高速，这也让阿 Sir 得到了缓冲。毕竟这么长时间的高强度驾驶，他也有些顶不住。看来在此之前，老哥能摆脱一对阿 Sir 也并不是靠运气。下了高速之后的老哥车速明显慢了不少，在过弯时的速度甚至不如阿 Sir。能把一辆大型 SUV 开到这个程度，确实是做到了人车合一。感受到了阿 Sir 的强度，老哥开始耍起了花招。这个地方右转明显属于逆行，再借助摩托的提速优势，拼了一波8字，瞬间就将阿 Sir 甩开。好在这条路上并没有什么车，不然这一波操作恐怕就足以完成消星。而此刻阿 Sir 突然发现老哥并没有沿着桥下继续跑，而是从出口的匝道上了高速。好家伙，这是准备高速逆行硬刚到底吗？不对，在上高速之后，老哥立刻调转了车头，有着氛围灯的加持，阿 Sir 肆无忌惮的顶着 NPC 转弯，但他还是失算了。老哥根本没上高速，而是一个回马枪原路返回了。老哥的这一波操作出其不意，真的是打得阿 Sir 措手不及。掉完头回来发现这里路口复杂，只是隐约看见老哥在路口左转，所以现在也只能碰碰运气。万万没有想到拉扯了这么久，在这最后的时刻，居然被老哥用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给绝杀。这6星之间的对决果真是差之分毫，失之千里。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，有时候不努力一下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绝望。散了都不容易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该下班时就下班。哎，这趟花坛里的是啥玩意儿？醒醒，这里不让睡觉。好，话又说回来，有时候不努力一把都不知道胜利就在前方。拉扯这么久都无法分出胜负，甚至老哥一度要消心之际，居然是不知为何自己翻进了沟里。阿 Sir 也管不了那么多，先将老哥拿下再说。而经过事后调查才知道，在这个路口老哥并不是自己翻的车，他被经过的一位 NPC 给蹭了一下，而那位 NPC 已经逃逸离开了现场，大概是因为做好事不想留名吧。只可惜这老哥费尽千辛万苦拉扯了这么久，最后还是以这样的方式收场。早知道直接停在路边交点罚款得了。最终这位老哥被指控逃离警察、鲁莽驾驶和超速行驶等多样罪名，判处6个月监禁，但保释金仅为2000。那事后诸葛亮来分析，如果最后关头老哥上高速之后并不掉头，而是放慢车速一路向前，从另一个出口下高速，结局是否会好一点？但其实老哥的战术已经非常成功，只是谁也不会想到会突然杀出个 NPC。只能说命里有时终会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人生没有如果，每天都是现场直播。当初没走的那条路也不一定好走，对事如此，对人亦是如此。诸君共勉。